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切入正题吧。大家试着想象一下你的身体就像是一栋正在建造的摩天大楼，而钙呢，就是支撑这整栋大楼最关键的钢筋。我们每天都在高强度的使用这栋大楼，但你真的确定内部那些钢筋还依然稳固吗？今天我们不只要谈大家常听到的补钙，更要带你了解如何透过科学化的精准工程，真正把这些珍贵的钢筋完美焊接到身体最需要的位置上。说真的，我们身边是不是常常有人抱怨频繁抽筋、晚上睡不好，或是觉得体力大不如前？很多人遇到这些状况，可能两手一摊，想说：“哎，这就是没办法的正常老化了。”但是我们必须来问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：如果这些看似日常的症状，其实是代表你的骨骼地基正在无声无息的崩塌呢？骨质流失在初期真的是不痛不痒的，这完全是一场无声的危机，因为等到你真正感觉到痛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是发生骨折的瞬间了。而且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有高达90%以上的成年人每天都活在缺钙的危机当中。你可能会想说，我偶尔会喝杯拿铁，吃点起司应该够了吧？但国民营养调查的数据十分残酷，我们平均每天其实只摄取了500到600毫克的钙，而一个成年人每天真正需要的基础量是1000毫克，这等于直接少了一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一天你的大楼都在被悄悄抽走钢筋，这几十年慢慢累积下来的亏空，真的是相当惊人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岁月的账单，这可是熟龄族群每天都要面对的专属挑战哦。为什么到了这个阶段，每天的钙需求量要拉高到1200毫克呢？我们不能用同一套标准来喂养不同年龄的身体。针对熟龄族群，有2个群体面临着最严峻的骨骼危机。首先是停经后的妇女，更年期后雌激素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，导致骨骼留住钙的能力变得很差，每年骨质甚至会以1%的惊人速度在流失。再来是70岁以上的长辈，器官老化让小肠吸收率大幅下降，偏偏肾脏又加速把钙排出体外。这就是为什么熟龄族群绝不能随便吃就算了，必须要有专属而且精准的补钙策略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心想：好啊，既然这么缺钙，那我明天立刻去药局买最高剂量的钙片，每天狂吞不就好了？等一下，千万别这么做。盲目狂吞不仅完全无效，还会引发医学上非常危险的钙矛盾现象。简单来说，当你吞下过多身体根本无法正确吸收的钙，这些钙不但进不到骨骼里，反而会在你的体内大迷路，最后变成破坏身体健康的元凶。你可能会好奇，那些迷路的游离钙，如果没乖乖进到骨头里，它们到底去哪了？答案其实蛮可怕的。它们很可能会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，引发动脉钙化跟血管硬化，或者跑到肾脏，慢慢形成让你痛不欲生的肾结石。而那些留在肠道里根本没被吸收的钙，则会引起严重的胀气和便秘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，补错钙真的比完全不补还要糟糕。既然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狂吞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来到了我们的解决方案——科学补钙策略，也就是精准工程的实战守则。走到药妆店，市面上的钙片真的是百百种，很多人为了省钱，习惯直接挑最便宜的碳酸钙。但请大家注意哦，碳酸钙非常依赖我们的胃酸来溶解，而且还很容易产生气体，导致胀气。这对于胃酸分泌逐渐变少的高龄长辈来说，简直是场灾难。所以，针对首领族群的专属策略，第一步，请优先选择柠檬酸钙或是海藻钙，它们不需要胃酸就能被吸收，特别是海藻钙，吸收率高达39%，而且对敏感的肠胃极度温和。记住，选对了材料，地基才可能稳固。材料选对了之后，接下来是营养师圈子里非常强调的黄金法则。步骤1非常简单，但常被忽略。单次摄取绝对不要超过500毫克，因为我们人体肠道一次能吸收的极限差不多就是500毫克，多吃的不但没用，只会变成你便秘的来源。
步骤2，最完美的服用时机其实是睡前，因为夜间是骨骼重塑最活跃的时期。睡前补钙不仅能抑制会破坏骨质的副甲状腺素，还能帮助肌肉放松。这对于常常有睡眠困扰的更年期妇女来说，绝对是改善睡眠品质的绝佳秘诀哦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请大家务必留意这些补钙的危险红灯区，特别是有在吃慢性病药物的长辈们要注意听哦。钙离子本身非常活泼，很容易跟其他药物打架。如果你有在服用抗生素或是甲状腺药物，请务必跟钙片错开2到4小时。如果是吃骨质疏松药物，更是要严格间隔至少20小时。另外很多人喜欢把保健食品一把抓着吞，千万别把钙片跟高剂量鱼油一起吃，它们会在你的肠道里结合，产生难以吸收的皂化反应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肚子里变成一块块的肥皂块，这会直接导致严重的消化不良。好，避开了这些禁忌之后，我们要进入今天最核心的观念了：黄金运输车队，也就是维生素 D3、K2 还有镁的完美组合。大家要知道，光靠吃钙片其实是没办法完成我们前面说的低基重建的。你需要一支强大的运输车队来确保这些钢筋能被精准运送到工地。车队的第一个王牌成员就是维生素 D3，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把大门钥匙。如果没有这把钥匙，吃下去的钙质就会被死死锁在肠道外，根本进不了身体。D3 的工作就是帮你把肠道的大门打开，让钙质能够顺利被吸收，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里面。那防止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可怕的钙矛盾，绝对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维生素 K2 特别是 MK7 这个形式。如果说 D3 是帮忙把钙带进血液里，那么 K2 就是这台运输车上的精准 GPS 导航系统，它会负责启动骨钙蛋白，非常强势的把血液里面的钙牢牢的锁进骨骼里。同时呢，它还会启动另一个叫 MGP 的蛋白，确保这些钙绝对不会乱跑到动脉血管壁上沉积。说真的，如果没有 K2， 你吃再多的钙都可能变成血管硬化的隐形杀手。运输车队的最后一位神队友就是镁。最理想的状态是维持日常摄取中钙跟镁大约2:1或是1:1的黄金比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镁其实是维持骨质矿化酶活性的辅助因子，也就是稳定整个地基的关键推手。身体里有充足的镁，不仅能确保我们小肠的吸收率达到最佳状态，还能防止神经跟肌肉过度紧绷。它们真的是补钙路上不可或缺的黄金拍档。今天这趟图解旅程是不是充满了启发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探讨的内容，从认识长辈与女性面临的缺钙危机，到破解危险的钙矛盾现象，再到掌握 D3、K2 和镁这个超强的黄金运输车队。最后，我想让大家把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带回家思考：今晚当你准备吞下那颗钙片的时候，它究竟是在帮你重塑稳固的骨骼地基，还是正在无声无息地堵塞你的血管呢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你立刻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补钙策略。我们下次见喽。